2021年12月18日上午，一则讣告震动了整个中国金融圈。万亿中植系的掌舵人，被称为中国影子银行教父的谢志坤，因突发心梗在北京离世，享年只有61岁。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位商业巨擘的自然陨落。然而，为了做这期节目，探究背后的真相，我特意找到了谢志坤夫人毛阿敏的一位好友求证，得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答案。那一天根本没有什么突发心梗，真相是谢志坤先生在自家别墅健身房里悬梁而逝。他用这种最决绝的方式挥别红尘，魂归尘土。谢志坤的崛起得益于王岐山执掌金融系统时期形成的影子银行黄金时代。在那个金融救火队长默许的灰色丛林里，中植系利用监管的缝隙编织了一张上达天听下到中产的资本迷网。他曾天真的以为递交过投名状，为习近平处理过资产烂摊子，就能换来一张永恒的免死金牌。然而他忽略了习近平重塑中国政治逻辑的决心。当防范系统性风险变成最高统帅的死命令，当王岐山时代的金融老臣们纷纷落马，谢志坤头顶那把遮天蔽日的伞就被收走了。这不仅是一个商人的死亡，更是一个时代的谢幕。今天我要带你走进这场红墙内外的金融暗战，拆解谢志坤如何一步步走向那根冰冷的白绫。狗事儿啊，忙啥呢？做节目呢。总书记想，不对，是我突然想看看你这期节目做啥呀？前2年不是有个心脏病猝死的吗？我这期就做这个。他叫个啥来着？呀，不会是要做李克强吧？总书记担心的果然没错，他不会是知道李克强咋死的了吧？必须帮总书记解决了他。他那前几期视频给总书记气坏，这期李克强要是发出去，总书记估计得气得把我一块做掉。对了，想起来了，叫谢志坤，就中植系的那个。哦，谢志坤啊，谢志坤好。哎，王局，你刚刚干啥呢？这是？没事没事，你好好工作。我尾巴骨又疼了，揉揉。上世纪90年代的东北，那是一片被野心和寒冷同时笼罩的黑土地，这是中国民营资本最原始、最野蛮生长的草莽时代，也是谢氏兄弟故事的起点。在黑龙江伊春市五营区，谢志坤只是当地一家亏损印刷厂的普通工人。那个年代承包制刚兴起，他便拿下了这家印刷厂的承包权。当起小厂长后，他很快意识到，真正让他脱胎换骨的财富并不在印刷机里吐出的报纸，而是在伊春漫山遍野的红松林。在90年代的伊春，红松不仅仅是木材，更是硬通货。然而红松采伐是国家严格管控的战略资源，普通人想碰都难。谢志坤不仅碰了，还把红松生意搞得风生水起，做成了他资本积累中的第一桶金。他凭什么能做到这一点？这里就必须提到那个一直隐身在他背后的关键人物，他的亲哥哥谢植春。当谢志坤还在伊春深山里为木材生意奔波时，比他年长3岁的谢植春已经坐进了黑龙江省委办公厅。这个岗位非同小可，作为省委办公厅的处级干部，谢植春不仅掌握着政策风向的信息差，更重要的是身处全省权力运转的枢纽位置。在那种计划与市场双轨并行的年代，倒卖红松最难的不是砍树，而是劈条子和搞车皮。有了省委办公厅这层硬靠山，那些平民难以企及的采伐指标、稀缺的铁路运输车皮，对于谢志坤来说，就从不可逾越的天堑变成了自家的后门。这就是谢氏兄弟最早期形成的一明一暗的分工雏形。弟弟在基层一线攫取资源，哥哥在高层体制内为这些灰色交易提供庇护。1995年，34岁的谢志坤正式注册成立黑龙江中植企业集团，注册资本5000万元。几乎在谢志坤下海创办中植集团的同时，他的哥哥谢植春在体制内青云直上。谢植春先是在黑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任职，后来转入金融系统，成为中国光大银行黑龙江分行副行长，不久调往光大总行出任高管。比起在东北黑土地上辛苦倒腾实业，在90年代末资本狂飙突进的时代，搞金融才是钱生钱的终极捷径。2002年，在哥哥谢植春的强力斡旋与人脉加持下，谢志坤抓住了一个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他联合哈尔滨市国资委等5家单位，重组了哈尔滨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这便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中融信托。中植集团豪掷1.2亿元，一举成为其最大股东。就这样，一只猛虎插上了金融的翅膀。谢志坤手握这块金贵的信托牌照，正式拿到了一把开启财富大门的尚方宝剑。信托在手，财源我有，中植系万亿资本帝国的战舰由此正式扬帆起航。那么一块小小的信托牌照为啥子有如此魔力？这就要说到蔡锷生和王岐山的故事了。1998年，震惊全国的广东国际信托破产案爆发，数百亿债务黑洞直接惊动中南海。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火线点将，
派出王岐山南下广东。在这场硝烟弥漫的广东战役中，王岐山身边站着一位目光沉稳、精通业务的得力干将，便是后来被称为信托教父的蔡锷生。当时蔡锷生以央行行长助理身份辅佐王岐山清理广国头的资产烂摊子，两人配合的天衣无缝。王岐山以雷霆手段定调子、扛压力，坚持不救助破产，打破刚兑。蔡锷生则凭借对非银金融机构的深刻理解，在千头万绪的坏账中操刀拆弹重组。广国头事件平息后，随着王岐山一路高升，蔡锷生也迎来了仕途的爆发。2005年，中国银监会成立不久，蔡锷生便出任副主席，而他分管的领域恰恰就是当年他和老领导最头疼但也最暴力的板块——信托与非银金融。广国头爆雷后，高层一方面对信托公司谈虎色变，严厉整顿，但另一方面，王岐山和蔡锷生这批技术官僚又比谁都清楚，在中国这种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金融体系里，必须预留一个口子，一个能绕过僵化监管，给银行体系之外的企业书写的影子银行通道。于是心照不宣的默契形成，曾经的拆弹专家蔡锷生摇身一变成了信托行业的守门人。在执掌信托监管大权的8年里，他一手缔造了中国信托业的黄金时代，采取相对宽松的监管策略，对信托公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他们与银行、券商开展各种变通业务，变相突破信贷规模限制，效果立竿见影。中国信托业管理资产规模从2005年的不到 0.2 万亿元，爆炸式增长至2013年初的 8.73 万亿元，8年激增了43倍。这里插一嘴，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谢直坤的个人生活也迎来了高光时刻。2002年的一次工商界酒会上，经朋友介绍，谢直坤结识了华语乐坛传奇歌后毛阿敏。毛阿敏当年红遍全国，虽因税案风波一度隐退，但在那次相识后，毛阿敏反倒倒追起谢直坤，不到1年，两人便低调完婚。2004年初，毛阿敏在毫无官宣的情况下生下女儿。随着孩子的长大，谢直坤所在的信托行业也飞速增长。2012年时，信托资产规模甚至超越保险业，成为仅次于银行的第2大金融板块。这些暴增的资金大部分绕过了银行信贷管控，流向了高风险的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所谓监管套利，玩的就是这个。商业银行把贷款包装成信托，计划出表，规避监管红线。而像中融信托这样的持牌机构当资金通道，收取高额通道费和管理费，这样的灰色操作当年几乎成了行业默认游戏。拿到信托牌照的那一刻，谢直坤仿佛握住了开启资本密室的金钥匙。在那段监管宽松、遍地黄金的时期，他将中融信托打造成整个中植帝国的超级心脏。他左手通过诱人的高收益理财产品吸纳富裕阶层的巨量资金，右手则将这些资金化作锋利的尖刀，精准刺入股权并购与二级市场的狩猎场。通过信托募资、股权猎杀，然后套现离场的闭环运作，资本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到2012年，这位始终隐身幕后的影子舵手已悄然织就一张横跨信托、保险、期货的金融巨网。中植系掌控资产规模突破1万亿大关。就在中植系在金融版图上野蛮扩张的同时，另一条更隐秘也更惊心动魄的政治暗线在2012年夏天悄然发生。那一年，中共18大召开在即，最高权力的接力棒悬在半空，极其敏感的时刻。6月29日，彭博社抛出了一枚震撼中南海的深水炸弹，详细披露了习近平家族的巨额商业资产版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楚君习的姐姐齐乔乔和姐夫邓家贵。这两人通过一家名为北京秦川大地投资有限公司的壳公司，持有江西稀有金属物业集团 18% 的股份，估值高达数亿美元。那可是国家战略级的稀土资源。最高权力交接之际，当然让即将登顶的频频陷入被动。一场紧急的金蝉脱壳随即展开。在报道发出后的短短几个月内，2013年1月之前，邓家贵和齐乔乔夫妇便火速清空了手中的相关资产，试图从公众视野中彻底消失。问题来了，谁有资格又有胆量接下这块烫手山芋？后来《纽约时报》的调查将矛头指向那个著名的超级白手套明天系掌门人肖建华，但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在这场资产大腾挪中，肖建华虽然是台前接盘的挡箭牌，但谢直坤的中植系才是幕后负责具体操作和善后擦痕迹的清道夫。这要提到中植系旗下中融信托的一家关键子公司中融环能投资。在这笔涉及最高权力敏感利益的交易中，中融环能扮演了2个至关重要却极度隐秘的角色。首先是资金的输血管，名义上由明天系出面接盘，但当时资金链极度紧绷的肖建华，许多收购资金其实来源于中植系庞大的信托资金池。中融环能通过复杂的结构化产品为这笔敏感交易提供不留痕迹的融资通道，确保所需资金干净的流转完毕。秦川大地公司股权变更后，原来邓家贵公司的一批核心管理团队并没有随之散伙解散，而是悄然入职了中融环能。这个操作既保证了稀土业务的平稳过渡，更重要的是
中植系通过吸纳并供养这些旧人，实际上把那些知晓核心秘密的人都圈养了起来，机密就此烂在肚子里，由中植系负责他们后半生的生计与风口。正是在这场资产腾挪中，谢直坤向新权力中枢默默递交了自己的投名状。如果说萧建华是在聚光灯下为权贵挡子弹的盾牌，那么谢直坤就是藏在暗处，负责擦干血迹、安顿相关人员的管家。凭借这次完美的救驾行动，中植系在此后几年似乎拿到了一块免死金牌。2013年，习近平正式上任，旋即展开雷厉风行的大规模反腐斗争，一批党政军高官相继落马。然而在金融领域，一场更隐秘的博弈正在上演。当时，习委以重任主抓反腐的是素有救火队长之称的王岐山。这位深谙金融系统的重量级人物，在2012年底转任中纪委书记后，虽然在全国掀起反腐风暴，但对他旧日分管的金融系统却相对网开一面。业内普遍感觉风声没那么紧。5年里，金融监管高层被查者寥寥无几，除了证监会副主席姚刚、保监会主席项俊波等少数案例外，大多数金融老臣安然无恙。比如频繁被举报的前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2013年从银监会退休后，依然以行业领袖身份活跃于各种公开场合，谈笑风生。2014年4月，谢直春从光大集团调任中国主权基金中投公司，出任副总经理兼中央汇金总经理，一脚踏进金融国家队的核心圈，这是何等显赫的高位！考虑到中央汇金在制度设计上深受王岐山金融改革思想的影响，且其管理的大型银行多为王室旧部盘踞，谢直春此番上任，无异于接手了这位金融沙皇手中最具含金量的管家钥匙。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仅仅1年后的2015年5月，谢直春突然请辞了这顶光鲜的乌纱帽，堂堂国家钱袋子的掌舵人之一，竟说走就走。随后朋友圈里流出他写的一篇以为10愿小文，开篇便感慨：过真实的生活，说想说的话，做想做的事，回避虚伪的语言和不真实的人际关系，字里行间透出对名利场的厌倦，不禁令人猜测他是激流勇退，还是未雨绸缪。2013年至2017年间，王岐山反腐风暴重心聚焦于党政机关与地方治理体系，这种监管重心的阶段性侧重，客观上为金融系统内隐蔽的权力寻租留下了喘息空间，也为中植系开启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野蛮增长。在这5年里，谢直坤将杠杆驱动与监管套利发挥到了极致，其核心逻辑并非简单的商业投资，而是一套高度复杂的、处于合规边缘的信用循环炼金术。2015年不仅是中植系策略转型的分水岭，更是它性质变化的关键点。在此之前，中植系更多扮演隐蔽的财务投资者，利用信息不对称在资本市场边缘获利。而自2015年起，随着对 ST 宇顺、三雷股份、美尔雅等多家上市公司的强势控股，中植系开始将其资本版图从参股获利转向收割韭菜。中植系之所以深陷金融腐败的泥潭并饱受诟病，核心在于其巧妙地将钱从哪儿来与钱去哪了这两端异化成了不受约束的私人领地。在资金端，中植系通过旗下的4大财富管理公司，虽然披着合法第三方理财的外衣，实际上却在监管视野之外搭建了一个庞大的影子银行资金池。由于不受资本充足率等刚性约束，中植系利用期限错配和借新还旧的庞氏手段，将高净值客户的私募资金强行扭转为可以随意调配的企业内躺。这种操作从本质上抹杀了代客理财的契约精神，将他人的血汗钱变成了自筹自用的非法头寸，构成了规模惊人的关联交易。而在资产端，这些源源不断的廉价资金并未流向实体产业的深耕细作，而是沦为了操纵资本市场的筹码。中植系将控股的上市公司视为纯粹的融资外壳，通过高风险的股权质押和资产注入，在二级市场疯狂套利。这种模式的险恶之处在于，它通过金融杠杆将潜在风险无限放大，并最终利用市场机制将亏损的雷甩给了毫无防备的社会公众。然而，当资本盛宴达到顶点，不和谐的警报声已隐约响起。2015年6月，中国 A 股从狂热中突然坠入深渊，爆发震惊世界的股灾，千股跌停的惨状。这2周的币圈玩家应该感同身受，金融监管层也被当头棒喝，开始警觉资本市场积累的风险。官方虽然紧急救市，暂时稳住局面，但高层对野蛮加杠杆、疯狂并购的容忍度已明显下降，监管态度悄然转向，对过度举债收购从默许转为警示，甚至叫停。随后不久，保监会禁止险资激进举牌，证监会收紧并购重组审核，去杠杆、防风险成为金融行业新风向。对于正在豪赌的中植系而言，这无异于当头一棒。谢直坤一手打造的高杠杆加信托通道模式，其潜在风险终于开始暴露在聚光灯下。果不其然，预警信号接踵而至，中植系控股的一些上市公司业绩骤降，资金链绷紧，甚至爆出债务违约丑闻。一些中植参与的大手笔并购项目因市场逆转而烂尾。
投资收益远不及预期。2017年初，明天系实控人肖建华在香港神秘失踪，被内地有关部门从4季酒店带回大陆。同年，安邦集团吴晓辉等一批金融大鳄相继出事。这一连串事件昭示着金融反腐的铁拳正向更深处延伸，曾几何时还能逍遥法外的鳄鱼们开始一个接一个进笼子了。同时，在2016年前后，中植系在资本市场踩雷的清单就已越拉越长。再举几个例子，乐视网，那个被贾跃亭吹上天的生态化反梦幻帝国，从2015年股价飙升到2017年轰然倒塌，创始人贾跃亭仓皇出走美国，留下巨额债务窟窿，投资人血本无归。还有长生生物爆出疫苗造假特大案，造假2康之一的康德新，这个曾经市值1000亿的明星企业，2019年爆出惊天造假案，账上122亿元现金竟凭空蒸发，震惊市场。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场惨烈的资本灾难，中植系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要么直接投资踩雷，要么通过信托理财为其输血助长泡沫。这一桩桩一件件构成了中国资本市场2015到2018年间的众生相，也无情映照出当时市场秩序的畸形与疯狂。高杠杆并购、财务造假、庞氏骗局大行其道，而投资者保护、信息透明这些基石却脆弱得不堪一击。康美药业就是最好的例子。2018年爆出累计近900亿元财务造假，却仅被证监会罚款60万元。面对暗流汹涌的形势，中植系其实早已站上风口浪尖，但或许是心存侥幸，或过于信任保护伞，谢志坤并没有及时踩下刹车，反而选择了孤注一掷，相信只要监管的刀不真正落下，自己还有时间完成资本版图的最后拼图。2017年10月，中共19大召开，权力格局再次剧烈调整，王岐山卸任中纪委书记，退居2线。那个相对宽松的金融时代走到了尽头，习近平在大会上高调宣示，要强化金融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显然，新金融秩序即将登场。敏锐如谢氏兄弟，其实早在19大前就做出了一些自保动作。2015年左右，在金融反腐苗头出现时，谢志坤便曾暂别中植集团董事局主席之位，还有上面说的哥哥谢志春也提前从中投离职归隐，以避风头。谢志坤甚至一度考虑弃居保帅，寻求出售中融信托股权，只可惜这些自保动作最终并未扭转命运的走向。总书记，不好了，不好了，这几个系都完蛋了。啥？明天系、中植系、复兴系，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完蛋了。我肯定是做噩梦了，幸亏是噩梦。总书记，不好了，不好了，咋又来了？这些个房地产都完蛋了，万科、富力、碧桂园，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完蛋了。又做噩梦了。最近估计太辛苦了，老做噩梦。总书记，咋又来了？不好了，不好了，我们经济完蛋了。下面一堆韭菜都吃不起饭了，就快起义了。还有完没完啊？哎，咋没醒？总书记，不行，你这是干啥呀？我肯定是在做梦。总书记，别这样，别这样，放开我！总书记，2018年被称作中国金融监管史上的分水岭。这一年，随着王岐山退休赋闲，赵乐际接棒中纪委，反腐枪口终于正式对准金融领域。同时，国务院组建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习的经济智囊刘鹤挂帅。防范金融风险上升为国家战略。人事方面，雷厉风行的郭树清出任新组建的银保监会主席，随即对影子银行和表外业务亮剑。一场针对金融乱象的强监管风暴拉开序幕。外部环境巨变，谢志坤苦心经营多年的资本迷宫开始出现裂痕。2018年起，中植系此前埋下的地雷被接连引爆，他参股的多家上市公司业绩暴雷，股价闪崩，陷入债务违约泥潭。这些年，中植系通过腾挪获得的浮盈，在市场寒冬中飞速蒸发。据不完全统计，那2年中植系在 A 股的持股市值一度浮亏超1000亿元。昔日看似坚不可摧的商业帝国，已显露出岌岌可危的迹象。强监管令下，中植系许多融资渠道被堵死。2018年，央行和银保监会联手出台资管新规，严禁金融机构搞资金池、刚性兑付等行为。过去多年，中植系赖以生存的，恰恰就是借新还旧、保本保息的玩法。现在监管明令禁止利用新投资者资金偿付老产品，禁止承诺保本收益，说白了就是不许再玩庞氏游戏。灰色地带在迅速收窄，曾经游走其间的资本玩家们个个如惊弓之鸟，面对主流金融渠道被层层封锁。谢志坤并没有坐以待毙，这只嗅觉敏锐的资本猎豹转身钻进了一个监管更薄弱也更暧昧的灰色地带。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金融资产交易所，也就是金交所，它是让企业转让一些正规银行瞧不上，也没法在股票债券市场公开卖的杂碎资产，但在谢志坤这些大佬手里，成了披着官方背景外衣、不受严格监管约束的地下发债黑市。谢志坤太懂这里的门道了，
他开始疯狂利用金交所发行所谓的定向融资产品，本应有门槛的私募债被包装成大众理财，向普通人兜售。中植系利用旗下恒天、新湖这些财富公司，把这些高风险私募债包装成看似稳健的理财产品，卖给成千上万普通中产家庭。而地方政府在这场收割游戏中绝非无辜，老百姓之所以敢买，很大程度是因为金交所打着某省某市的金字招牌。在地方政府眼里，批一家金交所就像发了一张特许捞钱的牌照，他们为了 GDP 和税收，为了帮本地烂尾项目找接盘侠，不惜滥发牌照，把自己的政府公信力出租给资本大鳄。金交所很快沦为藏污纳垢之所，虽然被抓了，明天系肖建华仍然控制了天津天安金交所，雪松系拿下了广州大宗金交所，而中植系更绝，表面不直接控制哪个，但却是最大的玩家，发行的定融产品规模做到业内第一，地方政府出让信任，资本大佬负责搞钱，最后买单的却是那些迷信政府背书的普通百姓。等到大雷爆掉，无数家庭倾家荡产，监管的大网才姗姗来迟。在这个阶段，为维持庞大资金周转，中植系频繁玩起自融和资金池等把戏，说白了就是左手倒右手，拆东墙补西墙。据财新报道，中植系发行的许多理财产品根本没有真实对应的底层项目，募集来的钱常被挪去填补其他项目窟窿，或者用于偿还前期投资人的本息。多个项目间资金腾挪拆借，甚至将同一个项目通过不同渠道融资多次，资金在内部空转，只要不断有新钱进来填旧账，游戏就能继续。可一旦融资环境收紧，或某笔投资巨亏，立刻就会引发投资人集中挤兑，资金链瞬间断裂。这种商业模式走到2018年后，其实已经在吃过去20年信用积累的老本，勉强续命而已。2019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2020年疫情重创各行各业，高杠杆影子银行的生存空间更加恶劣。中植系投资版图里最主要的领域房地产，也从2021年起迅速入冬，恒大、碧桂园等地产巨头相继暴雷，带动无数理财平台沦陷。中植系深陷其中，当一直以来利润奶牛的房地产业变成吞金巨兽，谢志坤精心编织的资金链条终于不堪重负。2018年虽说王岐山当了国家副主席，但他对金融系统的庇护力远不如从前。2021年7月，退隐多年的银监会原副主席蔡锷生终于被查落马，这在金融圈引发巨大震动。曾几何时，他被称为信托业教父，退休几年还逍遥自在，如今旧账重提，可谓秋后算账。蔡锷生一倒，标志着王岐山时代遗留下来的金融老臣们也开始被清算。就在蔡锷生落马几个月后，谢志坤本人也突然离世。2021年12月18日清晨，谢志坤被宣布在北京家中离世。这个时间点非常微妙，把几个关键节点连起来看。2021年7月，蔡锷生被查，中植系失去最后的守护神。9月至11月，恒大等房企陆续正式违约，金融圈人心惶惶。12月，中植系的流动性危机被爆出，各种不祥迹象频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谢志坤突然身亡，官方叙述称他有心脏病史，锻炼时意外发作。这剧本未免也太巧合了一些。回想他20年翻云覆雨，积累起千亿财富和密布人脉，最终却如此谢幕，令人不胜唏嘘。而我们在开头说的核实过的真相是，他选择了自我了断。在命运的剧本里，他或许看清了大厦将倾，无力回天，只得以最决绝的方式黯然谢幕，换取家人平安。黑洞终于浮出水面。2022年之后，中植系的困境再也难以掩盖。谢志坤去世后的1年多里，集团表面相安无事，但明眼人都清楚，那不过是强撑门面。2023年初，市场上不断传出中植系资金链紧张的传闻。到了6月，中植系旗下4大财富管理公司恒天、新湖、大唐、高盛财富发行的定融产品开始陆续逾期，高净值客户们坐不住了，纷纷私下寻求兑付方案。紧接着8月初，噩耗正式爆发，中植系的核心造血机构中融国际信托被爆出多款产品无法按期兑付。8月中旬，美国彭博社率先报道中植集团濒临崩溃边缘的消息，说中植系管理资产约1万亿元人民币，正濒临瓦解。当局已派出专门工作组研究如何防范其倒下的连锁反应，银保监也在做压力测试。11月22日，真相彻底摊牌。这天，中植企业集团通过一个投资人小程序发布了一封震撼市场的致歉信，首次向公众承认集团已资不抵债。信中披露，经中介机构全面清产核资测算，中植集团总资产账面约2000亿元，剔除保证金后，负债本息规模高达4200到4600亿元，净亏空至少2600亿元。一个池子里只有2000亿资产，却欠着至少4200亿的债，窟窿比身家还大1倍多。这封致歉信无异于宣告，各位爸爸，对不住了，我们真的撑不下去了。信中甚至点出了许多细节，例如，自从谢志坤2021年末去世后，多位高管和核心人员先后离职，
集团过度依赖原实控人决策，导致内部管理失效，大股东及其继承人未能有效履责等等。不难想见，老板一走，群龙无首的2年里，中植内部早已人心涣散，个人各寻出路，能捞就捞，能跑就跑。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债务违约事件之一就此诞生。有人拿它和恒大的暴雷相提并论，恒大总负债约2万亿，中植欠4、5千亿也不遑多让。但不同的是，恒大主要坑的是银行、建筑商和无辜购房者，而中植伤的是15万名高净值富裕投资者。据网传的一封恒天财富理财经理自白信透露，中植系此次暴雷涉及约15万个富裕家庭，每人平均投资数百万元。换言之，这场崩塌收割的正是过去10几年里中国迅速成长起来的中产富裕群体。他们大多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企业主、高管、明星，甚至权贵家族的理财代言人。一夜之间，财富灰飞烟灭。有钱人在庞氏骗局前并不比穷人更聪明，人性对高收益的贪欲在财富多寡面前没有区别。据统计，本次中植违约涉及个人投资者约15万人，机构和企业客户约5000家，其中最大单一客户投资额竟高达50多亿元。对金融风险的无知和贪婪不会因为你是富人就网开一面。随着致歉信发布，2024年1月，北京一中院已正式受理对中植集团等248家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清算的申请。这个庞大的资本帝国正式宣告寿终正寝，同时当局也开始对其展开刑事调查。2024年以来，多名中植系高管被采取强制措施，谢直坤的妻子毛阿敏也被禁止出境协助调查。一些财富公司高管为了自保，主动向警方交代退赃，祈求宽大处理。据报道，已有中植系财富平台的财务总监因挪用资金获刑。至于谢直坤的遗孀毛阿敏，此刻恐怕也难独善其身。据公开报道，在丈夫去世后，这位昔日歌坛天后并未继承谢直坤高达260亿元的遗产，而是选择主动放弃。一方面是她在丈夫生前基本不参与集团事务，无力经营如此庞大复杂的企业；另一方面，或许也是为撇清债务关系。这一选择一度引发外界惊讶和猜测，但如今来看，毛阿敏此举未尝不是一种理智，因为这遗产背后埋藏的竟是一座随时坍塌的债务火山。有人将中国近30年的金融史比作一部没有剧终的连续剧，其中反复上演着资本大鳄兴衰记的情节，德隆系、永金系、明天系，一个个响亮的名字或灰飞烟灭，或苟延残喘，也有的凭着权力的顺风车成功上岸。中植系的剧本尤其引人深思，它像一面棱镜，折射出上一个金融时代里权力与资本纠葛的灰色地带和隐秘规则。谢直坤白手起家，从东北小厂长到攀附权贵，一步步筑起庞然帝国。他的哥哥身居高位，为弟弟保驾护航，这对兄弟合演了一出现代版风尘与藩镇的故事。然而当最高权力需要削藩时，曾经的红顶商人终究逃不过被清算的命运。从2012到2023，中国金融监管与权力结构发生了巨变。王岐山时代的默许纵容，孕育了影子银行的野蛮丛林，而习时代的强势清洗，则将游走灰色地带的资本势力连根拔起。中植系的覆灭既是中国金融去杠杆防风险的一个缩影，也是新旧权力交替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在中国，经济利益从属于政治权力的铁律从未改变。中植系这场大崩塌，15万富裕投资者竹篮打水，大笔财富化为乌有，金融体系因此平添上万亿坏账，市场信心一度受挫。而曾叱咤风云的谢直坤，结局只剩一抔黄土。